好吗？可以的，听到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第二节课了啊。那个，嗯，周日开始上课，下面接下来把课程交给老师，然后那老师可以先做一下介绍什么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先听得着，知道吗？你那个现在还没分享桌面，点一下桌面分享。嗯，对的，好，那个，然后好，然后接下来时间交给老师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那个南京三叠色啊，我叫徐牧阳，那个主要是在公司也是负责场景这一块儿。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幻想学院，跟大家讲这个场景课。第一次讲嘛，我也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听什么。然后那么呢，我也是讲一个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场景的一些空间上，包括一些色彩上的一些知识，然后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提问。平时呢，大家可能画场景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了，然后人物会居多一点，所以说场景上很多东西会相对比较陌生。不过呢，我会尽量呢让大家就是说能，边听然后边学，然后自己回去也可以，练一练。现在场景嘛，现在在工作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主流吧，非常主流的一个就主流的一个技能。多数情况下，我们大多数都是认为人物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可能现在场景和人物在当今现在这个游戏行业里面应该是同等的，甚至场景的稀缺量要比人物要更多很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就是带来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啊，我这边可以看得到。首先呢，是的，我差不多要花到2个多小时，可能会更长，因为这次讲的主要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场景，可能用的时间会相对久一些。然后一堂课呢，我是尽量能讲完。然后呢，如果实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拖到下堂课来讲了。因为这个大的场景，可能正常我们的工作用时是至少要2个星期，至少有2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半个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尽量是把所有东西浓缩成一块儿，然后而且今天呢，我就是不可能是从头慢慢画起了，然后也就是说，我刚才已经准备了一个线稿和一个基本的色稿，然后这样讲的话会稍微快一点。那么我会待会儿把这个东西呢，然后呢前面画的这些东西呢，稍微先讲一下。就首先我们的构图和想法，我这样来跟大家说吧。现在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吧？起草稿的时候呢，我可能自己比较放松，比较随意。然后呢，我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个形体啊一些特别具体的一些表现，主要是表现一个宏观的一个构图。构成上是什么原理呢？那么我试验一下是这样的。我用红色线来画，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用来作为近景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用来作为中景，然后呢，我们线条呢，尽量是多一些变化，不会是一个这样的全是这样的直线，这样的直线呢，就看上去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些这样的曲线，看上去比较丰富一点，对吧？然后呢，中景，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构成，构图的核心在于整个一个平面的一个划分，一个构成。比如说这是一个构成，然后这是一个构成，然后这是一个构成，就是说整个分成这么几大块。当然了，
里面还有一些更细小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分一分，这都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先分享一个大的一个构成。这个大的构成的好看与否，就取决于你下面能否塑造出一个比较好看啊，或者真实啊，或者有一些设计感、幻想意义的一些场景。那么这个线稿呢，其实就不再多说了，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起线稿的时候，也只是给自己定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一个视频线啊，比如视频线定在这儿，然后整个的一个场景的氛围，需要这样。我看看有一个人说什么，是的。线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的人需要先画线稿，有的人直接黑白，有的人是直接色块。那么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就不是说像随意涂的那种场景的话，肯定是需要一点点线稿。黑白也是非常可以的，但是黑白的稍微有一点点，我自己画的时候弊端就是黑白的话可能比较难以上色，就是炫色的话炫上去不太容易好掌握。就是说很容易出效果，但是你想画得更好的话，还是尽量是用色彩铺。所以说我前期起了个线稿，然后完了以后开始上色，然后呢，我拿了一个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国外的一个人画的一张图，我叠了一下，贴了一下，因为我就不重新去一点点铺色，就是这张图，我把这张图直接叠了进去，然后稍微做了一些修饰，然后就直接演变成了现在这一步。所以说也没办法，也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实质上是要用到2个星期至1个月的，也不可能是瞬间画出来，所以说我就先做到这一步了，把这个贴进去，然后稍微涂一涂抹一抹，用了它的一个色调感和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那么关下线稿来看一下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定义的是一些远景、一些颜色、中景的一些颜色，包括这块地区域的一些重色，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绿色这样的色彩构成。这个颜色可能我们画到最后，有人觉得声音小吗？等一下啊。喂，现在声音怎么样？好些了吗？喂，这样呢？声音大了点吗？其实老师的声音听着可以。还可以是吧？行 ，OK， 对，那我继续。然后那个声音小，同学自己调一下吧。好，我们继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一步怎么到这一步，我觉得不太好去用一些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主要是什么呢？你先分出一个层次。其实我建议大家以后都是可以这样去试一试。先起一个线稿，线稿完了以后，然后用一些其他人的画，这个都无所谓的，不要忌讳说我这个是不是用的是别人图，看上去有点像作弊的，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图呢，就是叠加正片叠底，叠进去叠到现在这个白色的这个线稿里面就 OK 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我可能画的时候可能不太能看到这个歪啊，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抱歉。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了。以我个人的感觉的话，我就不在这一步进行太多的修饰了，可能就是直接进入下一步，就可以是一些准确的一些铺色了，甚至可以把线稿和这些东西都合在一块儿了，没有关系，直接合掉。然后我们旁边放一些参考，参考是一定要放的。如果没有参考的话，很多的颜色啊、精准度啊就会差很多。先从远景开始，选一些笔刷。这个是在家里面做啊，这个笔刷都不是我的，我也觉得很难用，就先这样吧。我们有几种做法，
可以先画天空，也可以先把大的东西整理一下。线稿不要全盖掉，全盖掉的话，处理上会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主要注重的是设计。一些建明的一些风格的一些场景，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就是说更注重的是设计感和一些层次，因为它是要能用在游戏里面，要给一些玩家一些比较奇妙的感受啊，就是比较商业一些。可能我们如果说要是只注重效果而不注重设计的话，其实最后的话，这个图的话，那客户的嘛，包括我们的一些游戏也是不会要的。做一些整理，好，这块就可以了。你找一些参考图看一看。天空的用色，我先想想，其实天空的用色的话，一般都会用在这个地方，比较沉稳一点。但是其实介于比较韩国的一些人的审美，包括现在很多一些日韩系的审美的话，可能颜色的话就不要太在意什么怎么画的高级灰啊，可以稍微粉一点都无所谓，主要还是看最后效果对比感。黑白灰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不在于你颜色用的饱和度。就像是这就是灰，这就是中灰，对吧？这个就是暗灰，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加一些深色，其实就是这样。首先我们一定要注重起这个黑白灰这个大的关系。笔刷呢，我这边不太多了，我也不太能举一点点找笔刷了，就是这样画吧。这一步呢，尽量松散，尽量多处理一些就是一些黑白上的一些大的一些概念，不要太在意我这块云彩是否立体，反光是否正确，主要还是黑白灰关系，黑白灰关系嘛，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黑白灰的这样一个关系，大关系不要错就行了。我们刚才铺的那个叫什么？铺的那个颜色的话，现在其实优势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不用重新起颜色了，因为直接吸着里面颜色就 OK 了，对吧？在里面做一些调整，一些微调就可以了。这边的山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先把它选出来。场景呢，按来说其实应该是一开始先讲一些基础。场景的基础其实跟人物的基础就完全不一样，可能人物的基础是一些人体结构啊什么的，大概呢我们在学校里面呢都应该练过，而场景呢其实真的不好通过一堂课去把基础全部去讲一下，因为相信就是画过场景的人，其实基础是等于说是没有基础，其实只是一些积累，会画一些树啊、山啊、石头啊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只要会画一些石头、山水这些东西，那么其实你就可以组合成场景，只要再加以一些空气透视感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相信就是说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讲一些相对教大家具体怎么能实现这一步，一个基础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单讲基础其实是相对比较枯燥的，因为就是画一些点线面的一些节奏感的一些练习，
因为场景其实就是一些节奏感的东西，跟人物不太一样。人物它是比较踏实的，就是可能会在意一些比较结构啊，什么一些运用，一些什么盔甲设计，而场景多数是一个概念，一种气氛，很多东西都是虚无的，什么空气感啊，什么那种就是感觉。你比如说云彩怎么去运用？云彩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云彩肯定都是这个形状的，但其实上有时候我们要为了场景而自己去造一些形状出来。我画画可能是有时候就是不分层。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分层。但是分层的话会大大的提升很多工作用时，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分了。大效果一旦出来了以后，其实下面就变得很快了。我们找一些东西参考一下，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要一边画一边研究，你没有什么时刻都是需要去看的。就尽管我画了，可能有今年是其实第8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研究一些东西，多补充自己的一些综合的一些知识，有对空气的理解、光的理解，就很多时候是跟什么生物科学啊、这些物理啊这些东西有一定接触关系。好，继续。山上面可以画的稍微的深一点，下面浅一点，原因很简单，下面的雾气比较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光影影响到上面会偏一点点，稍微深一点，会比较有感觉。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看那个老外那个图，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今天画主要也是让大家对场景有一个了解，一个宏观场景的一个控制，一个兴趣。其实倒真是不可能说真的讲的非常详细，这点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颜色衔接一下。把一些远近空间拉一拉。盖线稿其实也是一件相对比较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也没办法，否则也不可能直接色彩。相信直接色彩的人，中国可能真正的画得好的直接色彩应该是不多的，所以说肯定要线稿，不是线稿就是黑白。方法呢，下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黑白的方法来讲解。这次呢，就是用一个自己比较顺手的一个方法。来选一下。
有时候调一些颜色都是相对的，比如说调一个绿色旁边的一些石板的颜色，其实就是用一下绿色，往黄的地方去一点，然后稍微往边缘推一点，用出一个相对灰色、相对冷色的色调，然后稍微再往蓝的去一点也可以，或者再往蓝的去一点，再灰一点，再暗一点，这样就有一个颜色。你现在铺这个颜色呢，最后我相信肯定都会改变，所以说不用太在意，主要还是一个黑白灰。你这块颜色用的是深的还是浅的，而不是问这块颜色用的是否一定精准，因为也是不可能轻松的一下就做到的，也需要很久的时间。好，换一个地方。用一些大笔数把一些石头、一些基底感可以事先的画出来一点点。其实画石头、画山石意义就是把一些纹理、颗粒感造出来，然后把它稍微分块，其实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做一些过渡，从一个冷色的一个草地过渡到一个相对比较暖色的一个草地。有时候是要回头看一看，因为已经涂掉了，已经忘了之前的设计了，这个是要回头看一看。调一个蓝色里面的一些绿色，一样的往绿的去一点，往灰的地方去，往那边越暖，它就越往草绿的地方去。草绿不是说它一定要往这个真的往草地上去，其实就是相对于蓝色来说的话，往一定绿色去，然后往这个暖色去，其实就是草绿，对吧？这个红色我觉得很好，想办法要用进去。有时候是需要什么用什么，而不能说是，我一定要干嘛。而如果你一定要干嘛的话，那个颜色如果不好看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色彩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它得好看，它得舒服，需要它，而不是说你要它。而且这个颜色也比较可以适合做山的一些那个山石的颜色。这是我们要推一下空间了，这几个山一定要做一些主次的变化。
你看到草稿里面有一部分这个的，草稿里面的这个山是比那个山要稍微深一点的，吸这个颜色把它往深的调一点。做一些雾气，山顶上嘛，肯定是雾气比较浓一点。稍微做一个虚一些山上面的一些效果，但是不是所有，因为这个东西就讲究一个虚实。如果你全部虚的话，那你会发现所有的山上都没头，就没有头部这个概念。有的地方就是要看到山上面一个明显的一个剪影，对吧？我们经常去旅游，去看到那种，比如安徽那种景色，有时候就是这样。哎，它山有时候上面是虚一半，比如说虚这一半，啊，先这样晕染一下。其实这个不是重点，整张场景还是以一个黑白的一个关系继续画层次。我觉得层次最基本的推理就是，你一个山和另外一个山需要推开的话，肯定是要中间做一些雾气，或者做一些对比，一个亮色和一个暗色做一些对比，就是这个意思。